小米12 Pro 和小米12，小米新发布的2款旗舰手机。雷军说，如果你需要很强的影像能力，你可以选12；如果你需要超强的影像能力，那么你需要12 Pro。那么今天就来看看这个超强跟很强之间差多少，看看您花的钱到底差在哪儿。那么正片开始前，先问问各位，你们更关注哪台手机呢？如果你更关注12 Pro， 打1；更关注12的话，打2。欢迎收看 ZPH 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幸福。这期我们聊聊小米新出的小米12 Pro 跟小米12，看看这2台手机差1个 Pro 能差多少。那么在正式对比前呢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那前面这些照片就是这2台手机拍的，希望你们也可以都出去走走，拍摄好看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们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帮助非常大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2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这2台手机的长相非常相近，尤其是后摄区的工业造型。那么下面我们先说一下它们的后摄配置。小米12 Pro 是主摄2倍跟超广角，注意它中间的镜头是2倍镜头。小米12是主摄2倍的微距跟超广角，注意它中间是2倍的微距，但是这颗微距只能拍微距，不能无限远对焦，所以说它也不能当2倍镜头用。在拍摄界面中，小米12 Pro 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就是3颗光学镜头，而且在焦段切换的时候有画面缩放效果。而小米12的拍摄界面中也是3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它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它并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。那么咱们先说主摄，12 Pro 跟12的主摄在硬件上的区别，除了感光器大小不一样，就是相场大小不一样以外，其他的参数是一样的。那下面聊实际拍摄效果，2台主摄在成像风格上，就是在色彩上就有不同。Pro 这边稍微暖一些，12那边稍微冷一点。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2台主摄的水平也是比较接近的，但也许是计算摄影或者曝光的问题 ，Pro 这边的暗部细节看起来好像比12的多一点。边角画质方面，先看右上角，2台主摄越靠近边角，画质下降的就越明显，但是2台主摄的水平也是比较接近的。再换一组样片，同样是色温上 ，Pro 这边显得冷一些，12那边暖一些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2台手机旗鼓相当，更便宜的12也没有比12 Pro 差哪去。但是在边角画质方面，这次的左上角12就有点惨不忍睹了，它也许是 HDR 合成多帧合成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因为12的其他样片左上角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，只有这一张有问题。2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都是5000万像素，成像风格跟普通模式一样啊，一个偏冷，一个偏暖。但是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你仔细看啊，确实是更贵的12 Pro 在解析力上稍微强一点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2台超广角的参数都写在这里了。那么就说一点，就是厂商吹完了主摄感光器型号之后，其他镜头的感光器的型号它就不吹了，主要是因为参数不露脸。从样片上看，12 Pro 的视角明显更广，那么说明可能它的超广角成本更贵一些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小米12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2台超广角比较接近。虽然12的视角更窄，它拍的物体更大，但是它的解析力并没有比 Pro 更高。边角画质方面，12的好像更好一些，但是 Pro 的视角更广，它的边角画质更难把控。
再看一组对比，成像风格上两台超广角也是有差异的，但是都还不错。中心解析力方面跟上一组对比也是一样的，解析力比较接近。左上角的画质对比依然是12的更好一些，还是那句话啊 ，Pro 的视角更广，它的边角画质更难把控。12 Pro 的超广角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，12是没有高清模式的，但是中心画质对比12 Pro 也没有优势啊。那再对比一组，12 Pro 依然是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，对比12的中心画质依然是没有优势，也就是说这个高清模式没什么用啊。12 Pro 的2倍镜头用的感光器跟超广角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环节可以看看它的高清模式的表现怎么样。小米12是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的，它的2倍拍摄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完成的。上样片中焦镜头咱们就不看边角画质了，因为中焦镜头的边角画质普遍都不错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有光学镜头的12 Pro 在解析力方面跟没有光学镜头的12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优势啊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确实是12 Pro 强一点点。再换一组对比照片，这里要说一下，小米的数码变焦比之前是强了，之前的数码变焦颜色会比较惨白，现在看起来是很正常的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光学镜头的12 Pro 依然没有什么优势，甚至整张图看起来是数码变焦的12更优秀。我估计12的2倍数码变焦模式是主摄的高清模式拍摄的，但12 Pro 的中焦本身就有高清模式，那么打开高清模式之后啊，跟数码变焦的12来对比一下，结果解析力依然是不占什么优势的，甚至有些地方还是12的看起来更好一些。那么2倍的这颗感光器，也就是超广角用的这颗感光器，它的高清5000万像素模式实际上提升不大。下面再说微距，12 Pro 是没有微距镜头的，12是有一颗中焦的微距镜头的，但是这颗微距镜头它只能拍微距啊，不能拍无限远。12 Pro 要是想拍摄微距的话，我试了半天，应该是2倍焦段的拍摄微距效果更好。小米12的微距效果直接就上了一个档次，它毕竟有微距镜头嘛。从这段录屏里你们就能看出来，远方是无法拍摄到的，是一片模糊。从样片上看，两台手机微距的拍摄效果差距是巨大的，小米12的肯定更好，但是它的中焦微距晃动起来也是非常明显的，所以拍摄时最好把手机固定一下。厂长不在，所以就没有前置镜头介绍了，那么咱们直接聊人像拍摄。12 Pro 的人像模式默认是2倍来拍摄，12呢只能用主摄的1倍来拍摄，所以在画面观感上差距非常大。但要是从颜色上还有人物肤色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12 Pro 的效果。下面是成像宽容度的对比，先看主摄的，两台主摄的表现水平还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色准上12 Pro 更准一些。比如说暗处的木条，这点我确认它是绿色的，因为还有一台手机也拍摄了，我用那台手机进行确认了。那么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在明暗度的呈现上也是水平相当的，但是色准上依然是12 Pro 的更优秀，这个色准就是体现在暗处的色彩还原上。再换一个场景，还是先看主摄，在宽容度的表现上确实是12 Pro 的表现更优秀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同样跟主摄是一样的，在暗处细节上也是12 Pro 的表现更优秀。12的暗部细节偏色，在这组对比中也呈现了出来，尤其是主摄比较明显。超广角的表现，暗部细节呈现也是12 Pro 的更优秀。再看夜景拍摄的对比，小米12 Pro 跟小米12都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，这点非常好。我想拍快点拍暗点，我就直接拍自动夜景，别给我这儿捣乱。我想拍亮点拍慢点，我就用夜景模式不就完了吗？先看城市灯光照明环境的直出表现，主摄上暗部细节好像是 Pro 的更好一些，但是亮部细节是12的更优秀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亮部细节上也是12的更好一些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上两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，暗部细节亮部细节都比较好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致，但是如果说我喜欢的话，还是12的更好一些，亮的亮得起来，暗的暗得下去，但是细节该有的都有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上我依然觉得是12的更好一些，亮部暗部它都稍微优秀一点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上，如果是亮部细节的话，肯定是12的更好，暗部细节 Pro 的稍微好一点。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，手机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主摄的表现上，两台手机的水平都很高啊，也比较接近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夜景模式 Pro 的更好一些，但是好的已经无所谓了。哦对了，我发现好像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无所谓，就是除了评测以外，这个好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祖传神树场景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非常到位，
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Pro 的更优秀一些。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两台主摄的表现也都非常好，而且水平很接近。超广角就没有必要分出谁更好了，反正都不能用。视频录制我们主要放在大家日常使用最多的防抖表现上。先看主摄的表现，白天的环境下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清晰度、防抖做的都非常好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从清晰度上看好像是12的更好一些，但是它的电子防抖没有 Pro 的好，它有点果冻效应。现在是2倍焦段的录像表现，防抖方面两台手机做的都不错。注意12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的2倍拍摄的，但是对于 1080P 的视频来说还是没有压力的，所以在清晰度上两台手机的2倍表现都不错。夜景录像的表现上，城市灯光照明的环境 Pro 的表现更优秀，细节更多，但是两台主摄的果冻效应都比白天明显了很多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是12 Pro 更优秀，清晰度更高，细节展现的更多。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小米12 Pro 稍微强一点点，12的表现也很优秀。那在这个场景下，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就表现的比较一致了，就都不能用了。工业设计方面，这一代的小米是我最喜欢的小米了，它的设计比之前的强了太多啊，尤其是后摄以及整体的工业设计水平。质感方面，12 Pro 的是磨砂质感，在阳光下明显比12的让我更喜欢。屏幕显示素质方面也是12 Pro 的更优秀，现在看起来闪是拍摄设备的快门速度没有跟屏幕的刷新同步，但实际使用的时候是不闪的。指纹解锁的位置是12 Pro 更好，使用起来更舒适，12的位置有点太靠下了。机身厚度方面，官方给的参数两台手机是一样厚的，但是重量跟体积那肯定是12 Pro 的更大了。如果你的手跟我一样大，那12 Pro 用起来会更舒适啊，12对于我来说有点小。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处理器的跑分啊、发热、续航啊，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小米12 Pro 跟小米12的影像表现都可以对得起雷军口中说的超强和很强。在日常使用中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小米12 Pro 更好，但2倍中焦的表现上，两台手机如此接近，我还是没想到的。小米12通过高像素的主摄数码变焦就能和12 Pro 的光学2倍镜头抗衡，这方面是有点让12 Pro 尴尬的。而且小米12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微距镜头，这点是12 Pro 不能比拟的。但由于2倍镜头的原因，默认人像拍摄上12 Pro 还是有优势的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上12 Pro 更优秀，但夜景的表现上12 Pro 没有表现出硬件上的优势。虽然发布会上说12 Pro 的2倍镜头也能直接拍摄夜景，但是到了光线暗的地方，它一样是用主摄数码变焦去拍摄。录像的表现上，小米12 Pro 还是要比12强一点的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看完上面的节目，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心里已经比较清楚了，希望对你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啊，这样对我们帮助很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